呃，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中国能源认证如何与国际接轨。目前，国际绿色证书体系面临着信誉不足、分散化和互相认证标准不明确等挑战。为推动国际公认的绿色证书的进一步完善，启动对绿色证书国际互认的讨论，既必要又紧迫。我们今天邀请了欧洲最大的这个绿证交易平台 Green Power Hub，以及国际知名的大宗商品以及碳交易机构ACT Commodities，以及中国国家电网新疆公司相关研究的团队来给我们分享。下面首先有请Kathy。对，大家好，我这样直接说就可以了。大家好，我是ACT 中国区的总经理，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Renew Energy 这个绿证，在全球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中国的情况。那先简单介绍一下 ACT，我们是立足于世界，但是我们09年的时候是在荷兰创建了我们公司。那我们呢现在是在全世界120多个国家提供多种这个可持续的这个能源的解决方案。同时呢，我们也服务世界上9000多家这个客户。从公司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绿证这个发展，它部分是局域性的这个绿证，也有一部分呢是全球性的这个绿证。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也覆盖世界上30%的500强的公司，那这个业务也呢覆盖着全球各个地方。从公司的业务角度来说，我们提供可再生能源的支持、碳信用的交易、碳项目的开发以及碳平台管理的这个服务。那么另外一块那就是我们会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去寻找一些高质量的这个项目，进行碳项目的开发。简单提一下呢，就是其实碳的这个市场，包括是可再生能源市场，它需要很多的这个世界连接。所以的话，我们也和很多的这个国际上的知名的有关机构有很好的这个连接，来推广不同的这个标准的认证。从全球的可再生能源的这个市场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很多的地区有自己的这个可再生能源，比方说我们中国是有自己的这个GEC 的。那么在世界很多的地方，比方说英国是用 GOO，英国是用那个 RAT，GO，欧洲是用那个 GOO，北美是用 RAT。那么世界上很多其他的地方呢，也是用IRAT，就是国际绿证。世界上我们呢有两种市场，一种呢是统一市场，另外一种是单一独立的市场。比方说北美的这个市场，由美国、加拿大，包括是南美洲这边统一形成一个北美市场。那么另外呢，欧洲，比方说30多个国家，它被统一纳入到了欧洲的这个统一市场，那么统一使用欧洲的这个 GOO 的这个证书。亚洲各个地方呢，相对来说比较分散，很多国家有自己的这个绿证体系。这一块呢，也是后面我会延续展开提到的一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欧洲的这个可再生能源，因为20-30个国家统一是被归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的很多的绿证是可以在系统之内流通的。美国也是一样的。美国跟加拿大，包括是南美洲，其实我们统一是会有不同的这个认证体系。美国跟加拿大呢是用这个北美的这个系统，那么拉丁美洲呢我们用 IRAC 这个系统。亚洲呢，刚才我也稍有提到过比方说澳大利亚、印度、日本马来西亚等等的这些市场。在区域市场，因为市场相对来说比较分散，比方说在亚洲的这个 RE100 的成员中，其实就有超过52%的国家，他们使用非捆绑的这个 EAC 的这个体系来体现他们的这个绿色能源的使用。值得可提的是，比方说在澳洲市场，其实它的这个市场的产品的这个认可度就非常的多元化。比方说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 PPA，我们的这个 EAC，在澳洲的话，我们是用 LGC，包括是 IRAC，这些是都可以在地方得到认可的。那么日本也是一样的这个情况。
从这个 supply 这个角度来说呢，大概是以上我提到这几点。那么另外一块的话，其实律政的这个消纳的体系尤为关键。在可再生能源的这个世界里，其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能源属性的这个证书，包括是 GO，另外一种呢是通过 PPA 这个电力采购的这个形式，是企业最常采用的绿色电力采购的这个方式。那么这两种呢，也同时是被 RE100认可的这个方式。在欧洲的这个系统下呢，一方面是政府强制性的这个市场，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多的欧洲企业在气候行动的方面也发展非常的迅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表列的其实是 SBT 在欧洲的这个由公司主发性的自愿性的一些承诺。那么其实，在近几年的话，在欧洲的这个 SBT 的这个认可度也是非常高的。在科学基础目标倡议的这个 SBT 的这个体系下，有超过54%的公司其实是来源于欧洲的。同样，在 CDP 的这个 disclosure 的这个角度来说，实际上欧洲的话，其实也有超过了23000家的公司报告了他们的环境数据。同样的这个内容呢，在英国也是一样的，但是由于英国的这个特殊性，在英国脱欧了之后呢，其实英国建立了自己的这个律政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很多的这个公司，他们也有自己非常多的这个自发性的一些倡导。比方说，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无论是 SBT 还是 CDP，在欧洲的整个的增长量是非常大的。美国同样也是这样的这个情况，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这个合规市场其实呢是很多是由各个地方的州来制定的，但是与此同时呢，企业自身在美国的这个碳承诺，其实尤其是像领头的企业，比方说Microsoft，比方说这个 Amazon 这一类型的这个公司，其实他们自发性的很多的大部分的驱动了一个市场的进展。那么在我们国家其实也是一样，刚才其实我们有提到，IRAC 的话，慢慢的会退出这个中国市场。那么与此替代的呢，其实是我们国家自己的这个律政体系，也就是传统意义上说的这个 GEC。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从9月份这个政府大力的又强化了这个国内的这个 GEC 的政策之后呢，其实也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内的这个企业，包括说很多国际上的这个企业，也开始慢慢的接受了这个中国的这个 GEC。当然，下一步的进一步的对于RE100的这个认可，其实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后面的这个工作之一。我可能更多的提一下，就是在律政的这个消纳体系内，其实呢，供应链也是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这个脱碳路径的这个关键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其实企业在供应链的这个减排中，它的这个 emission 的这个排放在范围3，其实是比范围1跟范围2排放的总和还要高出26倍，而往往企业需要承担1到3年的这个时间，才能完全的披露供应链的这个排放情况，并且需要花更多的这个时间，才能真正的去布局供应链的这个排放。所以这一块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点。那么从供应链的这个减排来说，其实公司有非常多的这个自发性的这个行动。比方说，我们刚才有提到的 CDP 的这个 disclosure，SBT 的这个目标设定，包括说使用这个 ISO 去进行一些公司以及说范围内的这个碳中和，这也是可以解决范围3排放的驱动力的非常好的一些方式方法。那么在亚太地区这一块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大量的这个亚太类型的公司也已经参与了范围3的排放报告，尤其是比方说日本有88%的这个日本公司其实参与了范围3的这个排放报告。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无论是可再生能源，包括说一些这个碳目标的这个设定，都是非常有帮助，可以推动企业的范围3的这个报告。那值得一提的其实是数据化的这个平台，可以非常有效的帮助企业了解他们的这个范围3，包括说企业自身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排放。
那么 ACTU 我们其实也开发了自己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减排的软件。这样的话，比方说像微软这样的这个公司，它在世界上有非常多的留在不同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供应链，其实它就可以非常好的通过这个软件，可以了解到自己的这个供应链减排的这个情况，并且更好的去帮助他们设计来年的很多的这个减排的数据的目标。那么另外的话，其实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的这个科技公司在可持续发展的这个目标，包括说这个措施中，其实也发挥了非常大的这个作用。比方说我们国内这个领头企业腾讯，包括说美国的这个 Meta，其实每个公司他们都设立了非常雄心壮志的自己的这个碳排放的这个目标，包括说在可再生能源这一块，腾讯提出了在2030年要实现100%的这个绿色电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无论是中国的这个绿证，包括说世界上的一些其他的这个碳排放的一些这个认证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在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呢，其实也看到，无论是世界上一些领头的企业，包括说中国的一些领头的这个科技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也慢慢的开始设计自己的这个绿色可持续能源的这个认证的这个目标以及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国家一起推动这个绿证的这个消纳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更多的公司以及说机构一起合作，来推动这一项工作的完成。谢谢。好的，感谢 Kathy。那我们下面有请来自新疆国网的田碧元先生向大家介绍关于碳电联动在新能源方面的应用，以及跟区块链的结合。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新疆国网的田碧元。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与大家分享一个关乎我们能源转型与绿色发展的重要议题——基于区块链能源碳通证的电碳证市场协同机制设计。期间还会介绍两个重要概念：能源碳通证与非同质化能量块通证。第一部分，探索绿证模式，发展绿证经济。绿证既能实现对可再生能源的电量计量，又代表了可再生能源所产生单位电量的大气环境贡献，是一种将可再生能源电力环境效益兑换为经济收益的交易工具。目前，国外和国内的绿证价格存在差异，随着绿证市场的供需稳定，绿证价格也将逐步稳定。未来，随着绿电价格的深度市场化，稳定的环境溢价收益有望平衡新能源项目的投资，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新能源容量电价。第二部分，电碳证市场协同与联动机制探索。当前市场环境下普遍面临以下几个挑战：内在协同问题，一是三个市场尚不健全且相对独立；二是各环境权益产品之间尚未有效衔接；三是多层次市场模式缺乏协调；四是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应不充分。国际互认问题，一是国际绿证认证体系较独大，认证公平性无法得到充分保障。二是除了 IREC 等跨国绿证，其他绿证多为区域性认证，一致性较差。三是绿证溯源缺乏技术规范，数据统计基础不统一，使得溯源困难。理论上，绿电绿证与碳市场具有共同特征与关联性，将消纳量、绿证、绿电凭证、碳配额 CCER 和用能权相互连接，完善电力与各类环境权益市场建设和推广，将有助于统一评估减排价值，避免减排量重复计算，能够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和气候治理。这也是我探索绿电绿证与碳市场三者协同与联动的初衷。
第三部分，基于区块链碳通证的联合市场架构设计。针对碳电市场的联动，我们提出了能源碳通证的设计方案。区块链技术正是能源碳通证的设计发行基础。这里的通证不同于传统数字货币，它是一种可流通的加密权益证明，能够代表各种可转让、可计量的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能源碳通证呢，作为减碳的数字权益，通过锚定减排价值这类无形资产获得价值的认同。发行能源碳通证将绿电交易、减碳交易或碳消除技术数字化后上链流通，通过共识机制产生，借助智能合约实现交易或抵消。能源碳通证的核心价值在于统一度量了不同市场的减碳贡献度，依托区块链的不可篡改和公开性，使其具有更高的公信力。能源碳通证的获取来自内循环与外循环两个途径。内循环就是通过市场内部交易主体间的绿电碳配额、可再生能源配额流转产生碳通证。外循环是通过市场间的绿电、碳排放权等交易获得。例如，火电企业与可再生能源企业之间可通过绿电交易或者碳排放权获得相应的碳通证。然后再通过智能合约的交易系统覆盖交易的发起、撮合匹配、交割结算、奖惩、激励等多个阶段，为电碳证市场的高效联动提供技术支持。第四部分是数字能源碳通证的认证、发行机制与交易平台设计。这部分主要关乎如何通过非同质化能量块碳通证的认证与能源碳通证的交易，实现全流程规模化和透明化。电能合约交割结束后，交易链调用智能合约发行对应的非同质化能量块碳通证。该非同质化能量通证包括买卖双方的交易交割等信息，如右图所示，是电能资产及碳资产链上的数字凭证，具有唯一性。在经私有链书记核验后，向减碳方发放相应的数量的碳通证。能源碳通证交易架构基于联盟链搭建，加上超级账本区块链网络，其中交互系统由应用层、服务层、网络层及可实现数据隔离的多链多通道数据层组成，层与层之间相互嵌套，构成一个完整的分布式交易体系。第五部分，强化绿证与碳市场协同，促进绿证绿电属性国际互认。当前我国绿电交易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站在国际视野下，我认为借助区块链技术，不仅能够实现绿证与碳市场的协同，还可以从数据溯源的角度增强我国绿电属性的国际认可度。因此，优化相关交易规则，可以更好地推进绿电交易，将成为突破国外碳关税壁垒的有效手段。今天有关基于区块链的电碳证市场协同机制讲解到此结束。我相信通过探索绿证经济，推动多市场联动，完善能源碳通证交易体系，能够为当前国际绿证互认提供更加高效可靠的解决方案。谢谢大家。谢谢田老师啊，谢谢两位精彩的发言。那接下来我想听一下从蔡总这边，Green Power Hub 蔡总这边，您听了两位发言，你有什么见解或者是给我们的建议吗？听得到吗？这个。可以听到。OK，首先大家好，来自那个奥斯陆挪威的问号，非常荣幸参加这次的讨论。那我先接着田总的话来做一个碳市场目前在欧洲的一个非常 high level 的一个概括吧。我们看到的是，在欧洲，如果最新的那个报告根据90年的这个碳排放来比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碳排放已经下降了37%。这个东西很大程度归功于 EU ETS，也就是我们的碳交易市场。
给整个的市场这个气候行动注入了高达400多亿欧元的这个资金，来自于非常 energy intensive 的一些公司。所以那个田老师，您的这个碳、电、正联动以及协同的这个市场，确实是能够在气候行动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那么就着这个任总和田老师，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也。我叫蔡薇，然后呢，现在呢是在 Green Power Hub 担任 CEO。我们公司是欧洲最大的那个绿证全球交易的平台，目前服务700多个会员公司，涵盖全球的40多个国家。非常荣幸 ，ACT 也是我们的客户之一。我们公司呢，目前呢，除了就是在欧洲的绿证，美国 IREX 之外，还会涵盖到一些国家级别的证，比如说是瑞士的 domestic market、UK 的 domestic market，包括北欧的一些局部的证。就像田总说的，这个市场呢，说实话，当我们提到绿证的时候，在国外的市场可能会是一系列的名称，从欧洲的 Guarantees of Origin 到美国的 US Rex 到 IREX 到 GEC，甚至到日本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名称，但是它覆盖的都是一个全球的绿证市场。我想补充一下的可能就是说，目前呢，在欧洲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单一市场，它由 AIB 就是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Body 组织的这样一个跨境的交易，可以涵盖欧洲20多个国家，实现整个的跨境的绿证的协同和 cross border trading。这样子的一个组织机构，对于整个绿证的跨境的活跃的交易度，包括整个产品以及交易 trading protocol 的标准化和交易的可靠性，都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整个的欧洲的绿证，我们的估计是在2030年将会是40亿欧元左右的一个规模，每年的签发量大概是在1000多 terawatt hour 的这样一个 base supply， 但是因为考虑到绿证它还有一个交易的属性，所以市场的预估呢，它也会有一些转手率。当然，这个是我待会儿可能要 comment 让中国的 GEC 有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绿证它既具备环境 disclosure 的属性，同时它也是被广泛认为是一个 tradable market-based instruments。我们会看到有一些风险资金也会参与我们叫 environmental commodity 的这个 trading， 来做一些 risk capital 的这个不同的一个交易的目的。北美的市场呢会更大一些，S&P 的估计呢，它会达到400多亿美金到2033年。那么这个市场呢，可能更加的 driven， 会有很多的 compliance 的 markets，也就像任总说到的，更大程度上是去满足 state level 的不同的一些 renewable energy 的 targets，所以强制性市场其实要占到超过1半以上的交易的比重，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回顾一下，我稍微概括一下，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绿证全球的环境，从交易的角度来说，大致分为2个我们所谓的单一市场，REX 它包含北美一部分南美的市场。European Guarantees of Origin 涵盖20多个国家的跨境交易，以及 IREX 涵盖将近50多个国家，从亚洲到拉丁美洲到中东以及非洲都有涵盖在 IREX 这个体系。那么最后一层则是这个国家级的一些 state level certificates from UK RIGO、ROX to Chinese GEC， 然后包括日本和 Australia 的一些证，包括 Mexico 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强制性的证。那么这个是属于 state level 的级别的一些证。我想今天我们可能探讨聚焦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帮助目前因为这个政策的一个转变，中国的 IREX 退出中国，那么3月以后等于是正式的退出，GEC 呢将会取代IREX 发挥的一些作用。可能今天聚焦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探讨一下，更好的帮 GEC 融入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和那个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好了，我先介绍到这里，然后欢迎其他2位的补充。好的，谢谢蔡总。
那我们这边也同样话题，听一下 Katy 这边的意见。对，我觉得蔡总刚刚总结的非常好，就是因为这个整个律政体系的话，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它是一个一直在更新，包括说变动的一个过程。那么无论是这个法律法规政策，包括说这个政策的这个影响，包括说其实我们现在在 COP 现场的话，非常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国家的这个 NDC 的这个制定。那么如何将这个 NDC 的这个制定从国家的这个层面到省市的层面，包括说最后的这个国内的这个企业方的这个律政体系的这个相纳的体系贯通起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的话题。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也简单提到的，对于国与国之间的这些机制的这个互认，那么从一定角度来说，其实中国的话，是供应量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那么与此同时，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世界上的国家，它们的供应量其实没有那么的充分。那在这种情况下，比方说我们国家自己的这个律政体系，如何可以通过一个更好的这个互认的这个机制，可以让这个律政的体系的相纳的这个范围扩大到中国以外，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那我可能补充最后一点，其实是关于这个我们这个比方说未来的这个 cross border，现在欧洲现在推出的这个 CBAM，包括说英国这一次其实也提出了英国的这个 CBAM，那么这个系统是在什么样的这个互认的这个情况下，无论是从碳的这个机制，再生能源这个机制，如何让他们得到一个更好的在世界范围内的这个互通和沟通，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接下来探讨的问题和话题。那我的补充大概是这样。感谢两位。那我们这边也听一下，来自国网的田老师，您在区块链上面有很多的研究，您觉得区块链在推动国际上律政互认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助力？我们未来在推广过程中有什么需要关注的问题？区块链那个它的技术是十分有利于那个区块链的一个认证，有利于律证或者是减碳量的。田老师那个张总可以听到吗？可以听到。那个区块链技术它十分有利于那个减碳量或者律证或者碳排放权那个相关的那个去认证，通过公有链、私有链、联盟链、多链的这种形式，在那个国网公司间、在政府间那个达成一个校核，然后去实现那个政府对减排量、减碳量的一个认证。就这些。好的，好的，明白。这样的就区块链，因为在无论是国内外，在能源领域和这个碳领域都是一个比较新的这个跨领域的词汇，所以呢，国网在这一个领域的推动是算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如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互认，我们觉得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样呢也需要国内外共同助力，也需要这国网去，因为国网之前也是在 IRA 等等做了一些努力。虽然说现在 IRA 退出了中国，但是我们觉得未来无论是国内外的这种认证体系，还是说更多更广泛的这种能源的产业发展，都是需要国网的支持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希望田老师这个专注的这个区块链领域能够有更多的创新性的研究和应用，能推动，以及是能够介绍给我们。谢谢。我们今天的圆桌讨论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再见。非常感谢。然后，我可能最后有2句，如果再占用5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如果说到中国的证并入国际的这个 standard，当然接着任总说的，可能是我们目前可能举个例子吧，就是 UK 的 RIGO， 它曾经是并入欧洲的大陆体系，结果在脱欧的情况下又退出了，那么这个直接造成了整个市场上的40 TWh的
这个 demand 直接的消失。所以呢，在欧洲的中国的本土市场，我们马上就看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那个价格波动。所以我觉得回归到这个问题的话，它是一个政策驱动的市场。那么如果我们看到 R100 的 standard， 我觉得 GEC 目前离 R100 和整个的国际的这个 practice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比如说就是2-year lifespan， 不能够允许 transaction， 就是直接它的这个交易和销就是并为一体。所以我觉得可能关注的点 going forward 应该更多的关注于我们怎么把这个体系建得更加的接近国际的这个practice， 国际的 standardize。那么这样子呢，能够帮助它更有效的去融入国际的整个的这个市场的流动性。这就是我最后要补充的。好的，好，感谢，好的，谢谢，非常有收获。好，再见，再见，那就这样，好，再见。